为什么我在不给频道的 Agile 回报率只有2.5%，Airbnb 比长租还要低？解释一下。如果你拿到2.5%的回报率，确实是很低啊。OK，因为在市中心来讲，我们比较健康的回报率，你讲 long term 都好啦，都起码都要3%或以上，3到4%这样子。你拿2.5的话，确实是有一点低，变成你的这个 investment，如果你有贷款的话，如果你付 loan 的话啦，你还要再贴钱。OK，so 我直接进入主题啦。OK，但是我的 disclaimer，我不是什么 Airbnb 的专家这样子，我只是背从我自己的观点，还有我过去有一点点在这方面的经验来分享一下我的想法而已。OK，做所谓的 Airbnb 的 rental，其实也就是那种 short term rental 啦，短租的啦。OK，它可以是从1天2天，甚至1-2个星期到几个月，总之就是没有到1年这样子的 rental 的啦。这个 Airbnb 的 rental 呢，其实它跟那些 long term 的 rental 也是一样，会被很多很多因素影响到它的回报率的。首先，我们先讲那一个 long term rental 啦。如果是讲会影响到 long term rental 的回报率的因素，包括了最主要的就是地点哦，因为地点就决定了在那边触摸的人群，那些就是你的潜在客户，潜在租客。然后第二就是你的这一个房子的装修，你提供的家具，也就是我们时常讲的 furnishing 啦，所以这些是会影响到你的租金的差别的。然后再来就是整个 building 房子的年龄，OK， 这个也是会影响的。然后很明显的啦，越新的房子它的那一个租金就会越高啦，因为所有东西是新的嘛，正常咯。这样如果是 Airbnb 的话呢？就是说，除了以上我刚才所讲的那3个主要的因素之外啦，其实 Airbnb 也是会，还有更加多因素影响到它的租金回报率的，包括了季节性，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是请 Airbnb operator 帮你运营这一个 Airbnb 的话呢，这一个 Airbnb 的操作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这个我会放在后面讲。首先，我先讲地点啊。如果讲回这个 Bukit Bintang Agile 的话呢，它这个地点除了是可以 target 那一些 working expatriate，OK，你也是可以 target 那个游客，因为第一它靠近 TRX 的 MRT station，一靠近 MRT station，你做 Airbnb 或者做这些短租了，其实翻车的几率不大，因为第一方便嘛。OK，再来就是还有一种族群你可以 target 的，就是医疗旅游的群众 （medical tourism），因为Bukit Bintang 非常非常靠近 Prince Court。OK，那些会来 Malaysia，有些外国人会来到马来西亚接受这些身体检查啊、医疗的治疗啊等等。很多时候他们有时候不是在这边1-2晚，然后就马上回国的。因为就算是病人本身啊，他们来到医院接受治疗了过后，出院他们也不是马上飞回国的，他们通常可能会待在医院附近几天，甚至1个星期、1-2个星期这样。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短租的单位，所以 Agile Bukit Bintang 靠近 Prince Court 就有这方面的优势。除此之外，陪同病人来的家人们、家庭成员们 ，OK， 他们也是需要到这一类型的房子的，所以地点其实Agile Bukit Bintang是没有问题的 ，OK， 然后再来你的装修咯，这个就很关键了，尤其是你拿来做 Airbnb，OK，因为 Airbnb 它在同一栋楼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竞争，然后我相信这一位失主他在 Agile Bukit Bintang 里面做 Airbnb 的话，他也是会面对到同一座 building 里面会有来自很多。甚至是同样户型的屋主的 Airbnb 单位，所以这方面如果你全部东西都一样的话，唯一能够出众的东西就是你提供的家具、你的装修 ，OK， 吸不吸引人，然后那些租客喜不喜欢这样子 ，OK，so 这个是第2个部分啦。然后第3个部分呢，就是房子的年龄。房子的年龄其实不用考虑了，因为Agile Bukit Bintang才交房不到2年嘛，所以是非常新的一个 building 来的。OK， 所以这3个已经解决了它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我要讲的季节性。如果是讲到季节性来讲的话，Bukit Bintang这个地方
尤其是它又靠近 TRX， 它又靠近这个 Prince Court Hospital。如果是旅游旺季的时候 ，peak season 的时候，就是在年尾，或者是其他那些有四季国家那个 summer break 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多游客来到吉隆坡旅行啊。OK，所以这个时候是在年尾。但是年头啊、年中啊，不是 summer break，不是旅游的旺季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难道是不是真的是完全没有了租客？我觉得还好，因为好像我刚才讲那个地点的那一个元素，因为这一个地方它除了是靠近 Bukit Bintang，它也靠近 TRX，所以它的话还有靠近 Prince Court Hospital。所以刚才我已经讲了，其中一个群体就是会来马来西亚接受治疗的 medical tourism 的这些群体。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我们去到我们讲在 TRX 被外国公司派到来吉隆坡出差的人啊，这个时候啊。可能就会用到商场了啦 OK， 但是会到 TRX 出差的外国人哦，其实可能还不是一个最大的 contribution， 因为他们有很多选择。第一，他们可以选4-5星级酒店 ，OK， 所以还是会有，可能会少一点点。所以你讲这一个季节性的影响是会影响的，多少都是还会有一点影响的。OK， 可能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你的这一个入住率是可以高达98%，甚至满100%。OK， 看情况。OK， 然后再来，如果是讲淡季的时候呢，啊，可能你的这个入住率就降低到可能60甚至50%。OK， 这个是我个人的预测而已啦，个人的 example 而已的啦。OK， 所以你的季节性会影响到。然后最后 operator， 我觉得这个是做 Airbnb investment， 或者是你把你的单位转成做 Airbnb 的时候很关键的一点来的。原因是。第一，我们本身也不是说非常专业在运营这一方面的东西。OK， 尤其是讲我要去找租客去那些平台上面登上去，然后找租客做客服等等的这些，其实是很多工作做嘛。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很多时候 investor 就会把他们的单位交给这些 Airbnb 的公司帮他们运营。所以还是一样，还是 back to 刚才我讲到的竞争哦。如果你的 Airbnb operator 因为顶不起那一些竞争，同一区甚至同一座 building 里面的竞争哦，可能他们就会打价钱战，这个时候你的 rental 就下降了，所以很明显你的那一个回报率就会更加的低。这样当然我不是讲这一位失主的 Airbnb operator 有问题 ，OK， 只是这一个因素你可以去探讨。OK， 可能你可以去 find out with 你的 Airbnb operator， 你可以去 check 一下他每一天帮你登的那一个 daily rate 是多少。如果你发现到你的 daily rate 比起行情低的话，你就要 find out 为什么了。为什么别人可以登高价钱，但是你不可以登？OK， 很明显哦，这个是其中一个 example 啦。这样还有很多的，可能就是他在帮你做 management 的时候，做客服的时候，是不是有问题？所以这一个Airbnb operator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代表了你去帮你运作、帮你运营这一个 Airbnb 的单位，所以无形中它就是会影响到你的这一个回报率了。OK， 所以这一个是我能够分享的一个东西啦。再来就是装修咯。装修我相信你的单位也是蛮新的，因为不到2年的。但是一开始你丢本钱下去做装修的时候，你是把这一间单位 furnish 成装修成几星级级别的装修 ，OK， 这个也是会影响到。可能同样的单位 ，OK，let's say 一间800方尺 example 而已啦，800方尺2间房的单位，可能有些人是花差不多整80千来装这间家。会很厉害了嘞！如果是800方尺，花了80千来装整间家，其实是蛮高的装修费了。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他们的那一个定位，这一间 Airbnb 的单位的定位是会可能在3星级、4星级。example 啦 ，Airbnb 没有几星级啦，这个是我自己 define 的。但是如果你把那一个单位，如果你只是花了一个40-50千的装修来做这一个 Airbnb 的单位的话呢，这样很明显的，你的这个装修的级别就会比同样户型的单位来得低，来得比较简单租客很直接的，然后也很现实的，看到美的装修，价钱又合理的 ，OK 了，就 go for that 了。OK， 所以Airbnb 的
这一个 investment 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考量，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既然刚才讲到装修嘛，还有一点就是。可能真的是要长期运作下去的话呢，可能你做了一个2年3年过后，OK，你的单位肯定是有年龄了啦，然后有使用过的痕迹啦，尤其是如果你的入住率很高的话，你的那个使用量高的话，这样那些wear and tear 的东西会很多的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做一次翻新啊，这样子就能够保持你的 rental。OK， 一个很明显的 example， 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单位在做 Airbnb 哦，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诶，过了几年，一开始的时候那一个租金是还不错的，但是过了几年过后，我们发现到那个 daily rate 越来越下降，而且是爬不回上来，入住率也不怎么高。但是我从别人的口中听到，同样的 building，同样的户型，他们的 Airbnb 的那个入住率啊、租金啊，还是相当的高。OK，最后我发现到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装修。所以 Airbnb，你的地点选对，你的这一个季节性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后如果你的Airbnb operator 也没有问题的话呢，最后就要看回你的装修了呀。所以这个是我能够分享到关于 Airbnb 单位的一些个人观点。可能还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原因，比较细、比较深入的原因，可能你们懂的话，可以在评论区那一边欢迎讨论交流一下。OK， 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都是很表面，都是我个人的观点。但是我觉得刚才我讲的那几点已经是有很大的影响，来影响到你的这一个出金回报了。OK， 呀，视频到这里结束了，拜拜。